俄军称炸死乌军600人，外媒称只在地上炸了几个坑，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乌军使用海马斯火箭炮袭击俄军元旦聚会场地，导致近100名俄军死亡后，外界关注俄军将会采用什么样的报复行动。该来的总会来。据今日俄罗斯网站消息，作为对新年之夜乌军袭击的报复行动，俄军导弹袭击了乌军控制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市，造成600多乌军士兵死亡。如果这个战绩是真的，那么俄军就以1:6的交换比获得了局部较量的胜利。当然，俄国防部急着宣布这个消息，可能是为了给俄军打气，给国内民众一个交代。但如果报的战绩不实呢？由于未发布现场废墟的照片，目前还无法核实俄军的这一战果。在网络发达的今天，也没有乌军死伤人员的照片流出。爆炸地点附近的乌克兰人也没有发表能佐证这一战果的消息。路透社记者当天就前往遇袭地点进行核实，他们认为俄军导弹对该市的袭击并未摧毁建筑物，2栋大学宿舍根本没有乌克兰军人入住。记者没有发现任何血迹和遗体，一些宿舍的窗户破碎，院子里有个弹坑，另一栋宿舍楼完好无损，倒是50米外的车库附近有弹坑。克拉莫托斯克市的市长稍早时表示无人伤亡。据芬兰媒体报道，附近的居民没有听到救护车的喧闹声。乌军方消息人士称，这个学校是空的，没有驻扎任何人。意大利记者走访了这2处地点，同样显示导弹没有击中建筑物。一边是俄罗斯国防部声称获得重大战果，一边是西方记者跑去证实此事子虚乌有。如果西方媒体不是集体造谣或者是张冠李戴的话，那么这里面就有许多的疑点了。首先，俄罗斯的导弹为什么要打无人居住的校舍？第二，西方记者立刻跑去核查被炸现场，难道他们肯定知道不会遭到俄军导弹的2次袭击吗？第三，俄方所说的战果到底有无实物和照片证据？如何确认打死600乌军？第四，西方记者拍摄的遭导弹攻击的学校是俄国防部所说的同一个地点吗？我们现在无法证明谁的说法是对的，但多多少少可以帮助俄军反思一下。首先，其情报获取环节可能存在着不准确、不严密的地方。据报道，元旦期间，乌军用海马斯火箭炮袭击俄罗斯军人聚会的那所学校，主要是因为俄军集体活动时有人打电话暴露了行踪。在北约的帮助下，乌军对情报信息的核实应该还是有一套严谨流程的，否则俄军完全可以集中一批手机用于诱惑乌克兰军队，以通过制造假目标的方式浪费其昂贵的弹药。所以，一次成功的打击节点目标的行动，背后对情报的分析处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。那么，这次俄军依据什么情报要打这2栋建筑物？几栋没有窗户的建筑，楼下也没有任何车辆，凭什么就认定这里集中住有2000乌军？2个面积不大的4层楼，能住得下这么多人吗？如果认定这里是乌军的驻地，依据是什么？有无人机的照片吗？有卫星的照片吗？有侦察兵拍的照片吗？有电子信号集中发出吗？除非西方记者的报道造假，反正无法理解俄军为何要攻击一个空无一人的校园。当然，还有一种解释，那就是俄军导弹打的根本不是这里。其次，如果不是西方记者造假，那么俄军导弹的命中精度确实不高。按照俄方的说法，这次俄军是用巡航导弹或火箭弹发起攻击的，要打的目标应该就是这2栋4层楼的建筑。但从西方记者发布的照片看，没有命中。如果未受到干扰，从武器制导技术层面讲难以说通。巡航导弹的攻击精度不应该超过10米。俄军对这2个目标全部打偏，可不能用运气不好来解释。这次事件需引起我们深层次的思考。现代战争中，制信息权和精确打击能力的地位到底有多重要？他们可能在一场消耗战中左右战争的胜负。情报信息的获取能力决定了打击目标的及时性，精确制导能力决定了打击目标的准确性，二者的组合又决定了整个攻击行动的有效性。否则，
火炮和导弹只会在上千公里的战线上不断的被浪费，还给后勤补给造成严重的压力。如果外媒的报道是真实的，那么俄军的这次报复行动似乎缺少严谨的情报核实流程。国防部在打完之后也不发布照片，所以无图无真相。战果火速被西方记者用拍照的方式推翻，而俄方似乎又没有进一步发布证据加以辩驳，这就让情况越来越尴尬。可以这么讲，这样的报复行动如果没有确认取得战果，就不应该大肆宣传，否则只会暴露俄军在战场组织能力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。在战争中学习战争，希望俄军能够接受教训，对短板加以改进，避免在打舆论战的层面让西方媒体赢得先机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